民主党批的，没成功，共和党就要死骂。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干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不干比干了要好。这是中国体制的优势。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房屋面对面。就我在工作的时候多年来我们的领导一直教育我们要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然后呢进行再创新。没想到美国前几天有一个杂志说美国现在要学习中国的创新投资的经验，美国现在已经落后了。美国为什么发出这样的信息呢？今天就这个话题请小飞先生你来分析一下，美国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阶段呢？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咱们老百姓经常有句话讲嘛，叫摸着石头过河，或者是很多居民都知道叫摸着美国过河。就是美国过去创新能力很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我们现在看珠海航展也能看得出来，这么多新型的装备，我们基本上都能在美军装备中先看到他们的设计方案，然后产生我们的产品。大家会觉得这个美国的创新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们这边呢也是说是追赶的比较快。但是有些单位的创新能力确实已经体现出了我们独有的东西，已经不是简单的仿制了。比如说你像那个彩虹无人机，对，彩虹无人机出那个817那个设计方案，彩虹817是我们目前看到是国际上就是其他军队用彩虹油比较少的一个方案。那天驻航让我们看看，只有2个单位是使用这个构型的，那条是比较少见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对美国来讲，说明中国已经开始不走美国的方案了，已经不是看着美国 PPT 办事儿了。所以他们觉得中国开始有新东西。关键一点，这个作者提出的观点是什么？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资的管理、思想方面，这个美国人必须要警惕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中国人搞创新呢是有几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鼓励了国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充分的去跟国外那些个先进机构进行了各种学习沟通。你们都认为中国只会抄袭，你们都认为中国是在破坏知识产权，中国其实不是，中国是真正的创新来自于企业跟高校跟美国的科研单位的这种充分的学习沟通，双方一起在做了很多的项目。国外的企业是进入中国市场了，给中国的很多的个企业制造一个鲶鱼效应。那么鲶效应进来之后，我们很多国内的企业就开始觉得我自己面临压力大了，他不得不创新了。另一方面，通过跟国外这些企业的合作，那就能够把这一个自己的一些个科研的思路一些创新的一个方法跟国外学习之后，有了自己的新的套路。最后美国人自己还琢磨你看当年我们美国企业进中国，最后结果是什么？市场是占了一些，最后创新性的东西中国人也学会了。等中国人把创新学会之后，他们在复夺中国市场，把美国产品挤出去，那比以前容易那么另外他还说一点，就是中国比较善于去控制市场。那么我在市场上，我这通过机制规定好了你可以来这儿跟我竞争，但是你的竞争通过我的市场干预，保证你不会把中国的企业全碾压掉，是会淘汰一批的，但是我肯定会让一部分中国企业存活下来，强大起来。第三一个呢，他说当中国把这个相关的创新的方法、套路、思想学会之后，第3步开始投资了。投资，而且还不是说像美国那种似的方法投资，一个项目而已。中国是这个大战略方向集体往前推。你看这个人工智能，他举个例子嘛，2017年中国要搞人工智能，说是在争取在2030年变成全世界人工智能的核心一个国家。那好，就开始搞现在全国多少国家开始搞各种相关的创业产业园孵化器那不仅仅是一个深圳吧，上海、北京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包括中关村也都有。那么现在这么企业都开始去迸发的时候，各地政府在跟各个企业、各个行业跟各个企业形成战略联盟，然后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就会走进了市场了，直接通过市场，通过这个进入这个变成产品，获取更多的资金，然后回补自己的这个科研，这个良性循环就形成了。他说美国现在做不到，美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内部斗争太内卷了。我现在搞一个项目花了钱了没成功，那好。这个项目谁批的？民主党批的，没成功，共和党就要死骂。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干这个事儿风险太大，不干比干了要好。这是中国体制的优势。说句老实话，中国2个手可以协调，可是美国那个机制它有它的优势，咱不说，但是它有它的缺陷，弄不好在哪个地方挠根主，2个手不协调，这是它自己存在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感觉到中国现在这个发展方向，美国可以学，但是美国是搞了一个理事会说这个理事会的任务就是把企业学界科研单位用户都联系起来。
但是现在你炒了多少年了，这个理事会的责任范围和职责是什么，它的责任范围都没定清楚呢，这个效率又太低了，所以你这个理事会建立起来以后，他认为也没法跟中国的机制相抗衡，因为他的利益诉求不一样，党派有党派的利益，利益集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没有说哪一个党派的利益，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的利益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美国人这个说法是看到了我们一些优势了，但是他也没有去讲我们这创新方面的弱势是哪里，这一点是我们自己要看清楚的。我们在创新方面有很多问题是在以后必须要克服掉，比如说。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科研圈子里边混，我都知道，那有时候就是外行管理内行。我们这个科研体制、报销体制，很多体制，你让科研人员喘不过气来。如果说你一个国有科研单位，它的科研体制非常好的话，人员流失是要杜绝的。所以现在很多单位，你看他在国有企业待不下去，怎么办？去一个民企，去一个私企，马上成果就出来了。这个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呀。对。说美国人这么说是这么说，我们呢一定要反思自己还存在哪些漏洞、哪些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了，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超过美国的创新大国。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下一期我们再见。